332，遴选急降点，或采用锁降。332，明白。 钟队长，发动机有故障。别慌，我来操作，你让他们加快速度，快下，全都下去！快下！发动机有故障，机长要你们都下去，全都下去！快下！快！报告指挥部，发生恶警。目前故障不详，机身抖动得很厉害。陈亮亮，有没有可以迫降的地方？上连长，快下去！快下！小杨，你也下，跟着一块下去。不，钟队长，我要跟你在一块。我命令你快下！发动机马上就要停车了，机身抖动非常厉害，机上人员越少越好，快下！陈连长，就地迫降！就地迫降！钟队长，上来打到全都离机了，让他们撤离，马上离开！张开！好，老庞，那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挺好挺好。江海要是结婚了，也就有所顾忌。小杨，前面有块水面，我马上靠过去，你往下跳。老庞，咱俩啊到战术训练场去看一看。第一天地空协同合练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。小杨，快跳！快跳！喂，我是庞副旅长。哦，战术训练场。你说什么？一架米1怪摇摔了？你机上有多少人？有伤亡没有？机长何家牺牲了，
副驾驶跳出后受了轻伤。走。换米机长，换米机长，进入下一个科目。飞3号航线。明白。陆空2000，陆空2000，听到请回答。我是陆空2000，我是陆空2000，正在执行3号训练科目。陆空2000，不是塔台。今天任务取消，请你们立即返航。今天任务取消，请你们立即返航。陆空2000，明白。万明，刚接到塔台通知，要求我们立即返航。刚飞了一个科目，怎么叫返航了？什么情况？我不太清楚。立即返航吧。是。返航。姐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何家兄弟，陆军1号的战友们，忘不了你；一营的兄弟们，忘不了你。只要河东训练需要，我何家不会有二话的。厅长，您不是常说吗？都是穿军装的，咱不担当，谁担当啊？重大事故终于发生了。对于处在训练改革风口浪尖上的陆军1号来说，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对江海、李东、袁建行他们正在深入探索的地空一体化训练改革，如同是一场灭顶之灾。风险如此巨大，损失如此惨重，谁都没有料到。是继续探索前行，还是回到原点，墨守成规？考量着陆军1号全体官兵。谢主席。江海，先回去。把事情的经过做一个详细的汇报。走吧。训练怎么说呀？要不要取消啊？不，你替我指挥。
李东副指挥。江海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训练为什么不停下来？坠机现场已经派兵封锁，等待有关部门进行调查。受伤的小杨也送医院了，其他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，训练还可以继续进行。江营长，到现在你还没有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现在是机毁人亡的1级重大事故，你还要继续训练？你想把空中突击旅彻底毁了是吧？我命令所有训练全部停下来，飞行计划全部取消，马上执行。你先冷静点儿。我没法冷静了，政委。飞机摔了，我的飞行员牺牲了。在事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绝对不能再这样瞎折腾下去了，政委。事故的严重性我很清楚，战术场这边的情况跟机场那边的飞行不一样。可是，我是负责训练的副旅长，既然让我死，我就有决定权。如果这件事情再像以前那样轻描淡写的不了了之，再不彻底整顿，这个副旅长不干。去吧，执行庞威副旅长的命令。是。江海，江海，快开门！江海，江海，江海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江海人呢？你找他干什么？你哪那么多废话呀？江海呢？别找了，营长在旅里面配合调查。那你怎么没有跟江海营长在一块儿？我们今天的训练科目是地空一体协同战术运用。营长被任命为了总指挥，指挥我们3个营协同作战。当时他在训练场山坡下面的指挥所里指挥，我是空中突击中队。我们对山头的一个目标发起进攻之后就撤离了。按照计划，何家应该带着2架米1鬼1，把特战营的一个排送到山头上。可谁能想得到的？何中队长的直升机发动机停车，迫降失败，坠毁了。那何中队长呢？你们呢？停飞了？全都停飞了。营长也被停职了。为什么？他是这场演练的1线指挥员，负有主要领导和指挥责任。首长，空中突击旅毕宇成和庞威已采取果断措施，全旅所有直升机、固定翼飞机全部停飞。地面的训练计划也暂时叫停，车辆除生活保障用车外，一律停开。旅党委还决定暂停营长江海的工作，等待调查。一营由副营长李东代理。牺牲的飞行员，中队长何家的亲属已到旅里了。事故原因调查组已经对直升机残骸展开技术调查。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？初步推断是机械故障引起的。2台发动机在1分钟之内先后空中停车，
直升机在自旋滑降过程中失去控制，坠毁在山坡上了。他们正在等待部里的处理意见。训练局和装备局已经有人在旅里了。的确是一个重大的事故，我们必须得重视。关于这起事故的情况，基本就汇总在这里了。往后不用看了，直接去现场。您好，李副营长，我是副营。我给江海打电话，他一直都关机。我想问问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大家都在等部领导呢。你放心，嫂子，营长没事的。好。事故发生的过程，刚才已经介绍过了。下面请技术组韩主任给大家汇报直升机坠机原因、最终调查结果。这次我们的调查主要是针对造成本次事故的2个方面进行了调查：一、发动机空中突然停车的真正原因；二、空中停车后的处置是否得当。首先，发动机空中停车的主要原因，经过专家对2台发动机内部的损坏情况分析认为，导致空中停车的主要原因是发动机吸入了大量的沙尘造成的。什么？大量沙尘？我们通过观看现场视频，并对9号山头的沙土进行了取样化验，可以认定，直升机在进入山头机降场准备机降的时候，部分因炸弹爆炸的气浪夹带起来的沙尘在空中弥漫，被直升机发动机吸入，而导致发动机故障。故障发生的过程开始出现在悬停阶段，也就是演习中特种兵在进行锁降的阶段。先是左发停车，后是右发停车。直升机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，靠自转下滑，在迫降中失去了控制，机身撞击山坡爆炸。针对机上人员和最后跳机逃生的副驾驶员的描述，以及语音录音记录，专家进行了分析，并认定飞行员何家的处置过程非常专业、冷静沉着。在最终双发停车发生时，他并没有直接降落在山顶的小平地上，因为下面还有部分未撤离的战士，而是果断利用山势自转下滑。原本他可以在湿地的水面上进行迫降的，但他为了确保副驾驶员离机逃生，却延迟了接地时间。等副驾驶逃离机舱时，飞机已完全失去控制。在飞行员的处置过程来看，应该说是处置得当。为了保护战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，我们认为飞行员没有任何责任过失的地方。韩主任，难道这种事故就不可避免了吗？我们也分析了一些客观因素，比如事故发生时，训练场上的风速较小，爆炸引起的烟尘沙粒尚未完全吹散，而直升机就已经进入了机降场，这说明协调动作的衔接上有问题。这就暴露出我们在指挥这类协同作战时的经验不足，如阵地气象环境因素、炮火覆盖后阵地的破坏程度，包括硝烟和火焰、热辐射对机降作业的影响等。当然了，没有这方面的实战经验，也很难预估到某些特殊情况的发生。不可否认，真正的战场环境会比现在的演习场要恶劣得多，严峻得多。这也是我们要从这次事故中所要汲取的教训。首长，您做指示。先听听大家的意见。好。刚才韩主任把事故的原因做了客观的、科学的分析，事故的过程和原因都已经很清楚了。我们旅的同志，无论在不在训练场上，都是这次事故的参与者和经历者。首长，想听听大家的看法，
想法和意见。我是这次训练的直接指挥者，一线指挥员。事故的发生，何家同志的不幸牺牲，我负全部的责任。不愿接受任何处分。我们现在不谈责任，只谈总结经验，谈今后的发展。好。第一次组织地空协同训练，的确是缺乏经验，也缺乏理论指导，完全是凭想象，凭以往参演的经历和经验来指挥。自己对陆地作战的知识了解的太少，对特种兵、炮兵、机械化步兵和地面火力效果，以及不同的地形地貌、推进的过程和速度，也都感知不足，因此导致了指挥上的失误。坐下说。还有一点感触很深的是，地面指挥和空中观察，无论是视角、概念，都会产生很大的误差。刚才韩主任说的非常好，我们应该从这次教训当中吸取经验。所以我觉得应该加大地空协同训练的强度和密度。作为飞行员，更应该学习地面作战的知识和指挥理论；而作为步兵指挥员，也应该多涉猎空中作战的指挥和协同。否则的话，地空一体化作战永远是句空话。我认为江海营长说的有道理，但不能操之过急。俗话说，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。像这种协同训练，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，就不要盲目进行嘛。你说该怎么进行？最起码要有一个成熟的训练大纲吧，或请有经验的人来指导嘛。什么经验都没有，上来就干，能不出事吗？空中突击旅，全军仅此一架。现成的训练大纲从何而来？袁营长，我不想跟你抬杠，我只是谈自己的看法。我觉得不实际操练操练，不合在一块磨合磨合，什么模块组合都是瞎掰，不磨不合嘛。磨多了缝对了，一拍就记合了，是这道理吧？首长点头，那我就多说两句。搞军事变革，我们必须学习外军的经验，可人家的经验终究是人家的经验，而且人家那些秘密会告诉咱们吗？如果不是这次出事儿，咱还真不知道炸点的硝烟能把直升飞机给呼上。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儿，我们以后多琢磨点办法，尽量避免。啥叫谋打赢？谋就是琢磨实践，光说不练，啥时候才能出成绩啊？我不否认你们的出发点是好的，处谋打赢的愿望也是可以肯定的，但科学的、有序的、安全的训练方法，就不是谋打赢吗？我不认为这一次的协同战术训练就是不科学的、不有序的、不安全的。直升机摔了，人死了，这叫安全吗？付出这种代价有必要吗？有必要。你住嘴！江海同志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，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、危害性，给部队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。我不否认啊，你的很多想法、意见、建议都是正确的，但好的想法、好的计划，不会立马就立竿见影的产生你所想象的效果，达到你想达到的目的。我的目的就是尽快的提高战斗力，提高贴合实战的能力。不，你是好大喜功，个人英雄主义。我不同意庞副旅长的说法，好大喜功就完全不好吗？英雄主义不值得彰显吗？连根杆子都不敢立，谈什么剑影？你们啊，太冲动，太理想主义，太自以为是了。不要听到批评就认为我会反对你们的改革创新，我也是为你们好啊。人人都说为我好，不言而喻。我出事儿，你们自然位置不稳；我没事儿，你们观礼有方，稳中有升。在潜意识里，
你当然觉得不出事最好了。胡说八道！正是这种人人都为他人好的现象存在，好人跟好人之间搭起了一张无形的网，而恰恰是这张可怕的大网，束缚了部队改革前进的步伐。正是这些好人的好心，变成了探索创新的拦路虎、绊脚石。你敢说，你的好心里面就没有夹带私心私欲吗？冒死为国为公，真的就没有捆绑自己的利益吗？江海，你等我把话说完。我说它可怕，就在于它的无形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始终围绕在我们的身边。找不到对手，却四处碰壁，这就是我的苦恼。敌人已经在家门口叫板叫嚣、舞枪弄棒了，我们还在这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没有人敢挑头，没有人敢担当。这样的部队还是能打仗的部队。岂有此理！好了，谁也别说了，讨论就到这里。下面请郭副部长做指示。这个事故的原因啊，调查工作已经很清楚了啊，大家的讨论也很激烈，还有一些个火药味儿，这家伙都拍上桌子了。好，战士、军人就应该这样，直言不讳。可惜啊，被你们这么一盆水给浇灭了。今天我不表态，我不评论谁对谁错，我只想强调一点。国家投入上百亿组建这支空中突击旅，不是用来摆样子、撑面子的，是用来打仗的，而且要打胜仗。在座的各位都认真想一想，现在我们这样的一种状况，一旦遇上了战争，你们能上战场吗？能打胜仗吗？开会前，郭副部长问我今年是什么年。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，记住了，甲午之败是我们民族的耻辱啊！120年前，我们可以说是弱国无强兵；120年后的今天，就是弱军无强国。我们的国家败不起了，我们的军队败不起了。我们不能总是去歌颂那些悲壮的耻辱。今天的中国军人必须赢得胜利的辉煌，这是对历史的交代，对老祖宗的交代呀。对江海同志的处理意见，上级很快会拿出决定。现在听我的命令，全体起立，去为烈士何家同志做个告别。这样，还有对这个，把它也相结合，你看咋样？啊，这么改进我还真没想到。说实话，这个想法我也想了好几个晚上了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飞起来会是怎么样啊！我自想办法弄钱去。
先把样机制造出来，争取下个月让它飞上天。进来。洪生，傅影，这位是陆遥先生，他对你们的设计很感兴趣，想跟你们合作。欢迎欢迎。你好你好，陆先生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老薛。这是我的设计所，随便看一看。哎，看看我，这是我新设计出来的。是我也。是，这儿。对，你看这个，这是新设计出来的。这个通知我就不念了吧，还是你自己看吧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处罚。你念吧。关于对江海同志处分决定，经总部机关政治部办会研究决定，陆军航空兵空中突击旅突击营营长江海同志，因在1020坠机事故中指挥措施不当，造成机毁人亡重大损失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决定给予行政记过处分一次，希望该同志认真吸取教训，努力学习，改进作风，不断提高工作和业务水平。通知：一、免去江海同志空中突击旅一营营长职务，由副营长李东代理营长职务。二、江海同志调离空中突击旅，于本通知宣布之日起3日内到 D 集团军装甲旅报到，任职命令由 D 集团军装甲旅宣布。刚才说什么？把我调离空中突击旅？没错，政治部通知的。还让我去什么装甲旅报道？一点没错。让我去那儿干什么？听人家招呼呗。开国际玩笑，我是飞行员，难道让我去开坦克？开什么我不知道，你自己看吧。不去。去不去由你。刚才是谁说的？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处分？给我记过处分，我认；免我职也行。干嘛把我调走？不让我飞。这也是组织上对你处分的一部分。我宣布完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营长，营长，学弟们来看看。我不是你们营长了，以后由李东领导你们。营长，你别这么说。我们准备跟庞副旅长好好谈谈。想让谈什么呀？就他搞的鬼啊！
别瞎说，没凭没据。怎么没凭没据了？营长，就在出事那天，就在战术训练场，我听见他跟毕政委说过，说再什么轻描淡写不了了之，他彭副旅长也不干了。这不是在要挟政委吗？就是，为了平衡关系，他只能先牺牲你，把你先处理掉了，就没人跟他抵着干了。不谈这些了，组织上既然决定了，我服从就是了。营长，安排什么职务也没说吗？我副团职，大不了干个参谋长。行了，你看你们一个二个的，兄弟们，哪天演习场上见到了，不许手软啊，向我开炮。这个时候你还开得了玩笑？我就想不通了，老天怎么这么对你？也是啊，看来我真得烧几炷高香了。明白了。飞得很远，几百公里外的东西都能看得见。可我看了，他那个东西有什么市场价值吗？投资它好像没多大意义。它的真正意义恰恰不是在市场上。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你负责联系他就好。走。首长，我是觉得政治部这个处分过重了。重在哪儿了？他在组织协同训练上是有失误，那也只是经验不足的问题。我们谁都没搞过嘛，哪有不出点事的？给他点压力呀，我不反对，但整人整得这么过分，有点让人不服了。说说谁不服？首先我就不服嘛。哎，这不对啊！
你不是一直跟他有矛盾吗？这样你就能甩开手脚了。首长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哦，在训练的理念上，我们俩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。但就事论事，他们当初搞这个协同训练，我也是同意的，我也有领导的责任嘛。说实话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江海的错误没那么严重。您这一处分，把他一调走，我倒成罪人了。他们都以为是我把江海给挤走的，这对江海不公平，对我也不公平嘛。说来说去，你找我还是为了保自己。首长，不是这样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今后我在领导袁建行、李东他们，人家能服气吗？他们没有积极性了，反倒对工作不利。还有就是我一直没想明白，您停飞他个2个月、3个月都行，怎么还把他调出飞行部队了？明年江海就要评特级飞行员了，您这不是毁了他的前途吗？今天火气不小，行了。对江海的处分是上级的决定，你马上回去以后有一件事情要抓紧办，把江海写的这个地空协同战术训练计划一定要想办法搞得细致再细，尽快的让部队投入使用。还要再加上一点，电磁干扰战术。记着，所有的训练一定要搞出空中突击队自己的特色。是，首长放心吧。去吧。江海是否能在执行中真的弄明白把他调离飞行部队的原因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江海已经意识到，从今往后自己的飞行生涯即将在此画上句号，前途一片雾霾。他想到了副营，做出了最痛苦的抉择，希望一了百了。但命运似乎比江海本人还能折腾，各种荒诞奇葩的事情接踵而来。
这里，从西门走吧。从西门走干嘛？东大门一帮人跟那等着呢，待会儿送行的时候哭哭啼啼的，搞得怪难受的。 不是去政委那儿一趟吗？怎么这么长时间？哎，会不会从西门走了？不能吧？他知道我们在这儿等，怎么可能去西门？这位班长，你给西门打个电话，看看08号车有没有从那边出去。好的。 新北岗哨说车刚开走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就说吧，他从西门溜了。啊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怕你哭呗。我哭啊？对啊，要哭也不是我们家王子哭啊，要哭也是我姐。这一走啊，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了。营长，我觉得。 总有一天你会回来的。谢谢。哎，你怎么在车上呢？花姐说她是来送你的。凭什么？他们凭什么要叫你走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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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哭了。我就是怕他们哭，我才走了西门。这倒好，要哭我一路啊！不要哭，我就哭。好了，我求你了，我又没死啊。 你拿的是什么？给我看看！你还我！给我！你给我！你看什么呀？结婚申请，你不是交上去了吗？骗子！我刚从政委那儿要回来，你快还我！不给，就不给！公子，到那边给我打电话啊！走了！你快还给我！还给我！ 你怎么开的车？他在车上怎么不说一声？不是，花姐说是你让他在车上等你，他要送你去车站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了？营长，绿灯了，走吧。行了，走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结婚报告，你去把我要回来啊！我不敢。
是来报道的，我找你们旅长。你叫什么呀？张海。东窑洞，东窑洞。我是东阳。这里有一闲杂人员想要找老马。江海。等等，我通报一声啊。我说你们这是什么部队啊？啊，跟土匪窝似的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把他押进来。我是来报道的。好了，上车吧。快点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慢点！不好意思啊，我赶时间。哎呀！你们到底要干嘛？你们领导呢？老板说了，新人呀，要先熟悉一下环境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这荒郊野地的，你找得到路吗？我看你坐我的车好像不是很舒服，不然你去坐那个，那个可能比较舒服。起吧。进去。别开！要干嘛呀？要干嘛呀？过来看。这差不多了吧？大仙，这小子呀，已经折腾了，叫他回来吧，好好款待。好嘞。要干嘛呀？要干嘛呀？没事吧？我，你确定没事？舒坦多了。江海，你今天怎么这个熊样子？我是来报道的。没错，就是来向我报道的。久违了，飞行员同志。能给我口水喝吗？早准备好了。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。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发配到这个鬼地方，而且还是弄到古峡的装甲旅里来。不会吧？但江海已经意识到，在陆战之王的坦克部队里，
他所谓的飞行员的光环早已黯然失色。天之骄子的尊严已经荡然无存，人在矮檐下，怎能不低头？这水也喝饱了，车饮也过足了，下级和上级报道的程序你不会忘记吧？报告顾旅长，江海峰密前来报道，请指示。好啊，请坐吧。詹子，去给弄点药过来。我说，你这地儿可真够难找的。这个地方叫黑风沟，最早啊是个土匪窝。我说呢，难怪进来就觉得阴森森的。这不光难找，进你的门见你的面也够难的。我看啊，你这就是个土匪窝，你就是个土匪头子。说的不错，装甲兵、坦克兵嘛，天天在地上爬，土里滚，浑身上下都是土，你说能不土吗？至于你说我匪，我不否认，国民党还叫解放军够狠，叫着叫着，解放军就把天下给打下来。江海，我们坦克兵给你们陆航，我们玩的都是几十吨重机，上来就是硬碰硬，没点匪气能行吗？哎，你这不是投奔土匪来了吗？那如果我是个土匪头子，你岂不是小土匪？董事长，我接到的通知是，我的任职命令是来庄稼旅之后宣布。我想问一下，我能干什么呀？我接到的通知是，你来之后，工作由旅根据任务需要具体安排，也就是由我安排。我可是副团职啊，到我这儿没用，没用。哎，董事长，副团职营级，你总得给我找个岗位干点什么吧？当然了，让你闲着，我全体官兵不同意。你的工作，白务参谋长安排好了。白务参谋长，到。旅长，说一说他的工作安排。江海同志，还记得我吗？有点面熟。上次演习，你们只9大败坦克团，我就是坦克团的参谋长。哦，败军之将，向经理。白务参谋长，他现在已经不是埃及专军陆航大队的大队长了，也不是空中突击旅1营的营长了，是落水的凤凰不如鸡。你抬他干什么？说说他的工作安排。好，三排长，到。这位是新来的，叫江海。江海，是不是那个率直9打我们坦克的陆航团江海啊？是，就是他。看我干什么？工作由白务参谋长安排。三排长，江海同志编入你们排，任副排长，将来接受你的领导。马尔多纳，叫顾旅长。马拉多纳，你还没有资格叫。顾旅长，我可是副团级营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羞辱我！白务参谋长，如果江海不满意的话，我看就去那个什么班？场地班。哦，场地班当个副班长吧。是。什么？哎，江海同志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场地班的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场地班主要是负责咱们训练场方圆50平方公里的日常管理，具体工作如下：1. 整修破损坦克路；2. 驱离未经许可擅自进入本场的老百姓，以及侦破厂区内电线标靶等物资的盗窃案，有采摘、浇灌。我不想当林冲再被发配了，我就在三排长手下干了。好，江海，这你说的啊。三排长，到。江海同志的具体岗位是装甲部战车高射机枪手，具体任务是专打来袭的陆航武装直升机，这个你懂的。江海，工作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你看你像个军人的样子吗？清楚了吗？
圈住了。好，参谋长，把江海同志带到你们排驻地，熟悉武器性能，明天安排实弹打靶。是，明天就打靶。大家注意一下啊，黄副旅长来给大家开个会。明天我们要开训了，我根据郭副部长的指示精神，把你们原来搞的那个地空协同战术训练计划进行了一些细化，丰富了要素内容。第一阶段，加入情报侦察、预警指挥。太好了，空中预警指挥终于加入了。刘小兵，是黑天鹅小羚羊那么飞吧？对，刘远，明天参加训练的是我们旅的2名女飞行员，我们可不能掉链子了，丢人丢不起。第一项，电磁干扰分队加入，具体合练的步骤和内容，我在这上面已经写好了，你们先看。训练的要求和原则，还是按照江营长的要求办。江营长都被你挤兑走了，还说什么按江营长的要求办？邵美华，你这话说的不合逻辑啊！我说的不对吗？邵伟华，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训练工作，不谈个人恩怨的事。但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凡是在军队，从来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谁来了谁走了，都是在为国家利益工作，在战斗。首先，直9侦2架，直101架，飞临这片空域；直8空中预警指挥机1架，升空飞向3号空域，2架5支持担任掩护。我的指挥位置在预警指挥机上。旅长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发配到你这儿来呀？哎，我也不大清楚，但是我推测呀，总部安排你小子呀到这儿好好当兵锻炼改造改造，让你尝一尝我们庄稼旅地下跑的滋味。哼，我今天算是都尝够了这滋味啊！是吧？你瞧瞧，这儿啊！哎，江海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？我想搞一个创新战法，用了个地空协同战术训练计划。就开训第1天，就摔了一架直升机，1名飞行员中队长牺牲了。该罚。坐标数据已经发生到实时的目的情况。小林啊，我说你怎么还有点怕他？我听我们家王子说呀，副旅长平常可严肃了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你看他刚刚一上来绷着脸，看上去还蛮凶的，让人挺紧张的。没事儿，有姐在。拐动2，拐动2，机群实施攻击。报告副旅长，5个目标全部命中。
太棒了！彼此啊！看，笑了吧？笑。好，搜索下座目标。是。你们把何家的像立在这里，让战士们以先烈为榜样，继承和发扬甘于奉献、付出、牺牲的精神。这个想法很好。我们之所以把它放得这么大，就是希望我们在训练场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看到它。我们能够看见它，它也能够看见我们。不仅是对烈士的，也是对我的记忆。